这是新疆的 S101公路上的百里丹峡。S101公路是离乌鲁木齐不远的这2年大火的网红公路，很多人甚至把这里和独库公路、伊昭公路相媲美。如果你从乌鲁木齐出发去伊犁，正好可以把这个公路作为必经之路，可以在这里玩1天，顺便在独山子住1晚，然后继续出发。如果你喜欢这里，就可以把它当作攻略吧。从可可托海飞往乌鲁木齐之后，陆续和几个拼车的自驾伙伴在野马丝路驿站汇合。这是清晨的野马丝路驿站酒店。稍微动一动就不行。今天开始和4个伙伴自驾环天山之旅。从乌鲁木齐出发，第1天我们选择了游览 S101公路。因为前一段 S101公路塌方，所以我们选择了从呼图壁进入。导航从乌鲁木齐到呼图壁大丰客运站，然后向南走146的乡道。走不远就可以看到了这里的丹霞地貌。飞腾着的，不安着的，你要去哪里啊？这2天说 S101公路封闭，所以很少有车来这里。大约行驶1个小时，就穿到了 S101公路。从呼图壁进入 S101公路，其实道路非常好，只是前一段有局部塌方，有一段路封掉了。往前开不远，就到达了这里的百里丹峡景区。路上也陆续看到了几辆车，他们应该是从硫磺沟开过来的。百里丹峡是一个免费的景点，有不少的观景台。对我而言是另一天，我曾经毁了我的一切，只想永远的离开。我曾经堕入的黑暗，想挣扎无法自拔。近处的一些山体有不少青草覆盖，但远处的就是红彤彤的山体。看看山，多奇特的形状。整个百里丹峡景区距离非常长，如果你有充足的时间，有一些小路可以进入这些景区，可以拍到更为鲜艳的丹霞山体。再往前开10几公里，有一个岩画景区。这个景点可以开车进入，但是每个人收费20元。进入景区也要开一小段路。和公路上的景色相比，这里感觉稍微好一点。一面是绿油油的草甸，
很多牛在这里慵懒地躺着，而另一面就是红彤彤的丹霞山体。我曾经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，越望着渴望着也哭也笑的平凡着。再往前开几百米，前面这座山就有很多的岩画，这座山形状非常漂亮，像一个巨大的影壁。爬到山底下看一看这些岩画。岩画就在这座山的岩壁上，现在已经对这些岩画进行了一些保护，还是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图案，很多都是一些图腾的图案。站在这个岩画的大山下，往远处看，景色也是非常漂亮，所以还是值得爬上来的。非常可惜的是，从岩画这里再往前就封路了，因为前面有一段塌方，我们只好往回返。不过往回的路走了另一条路，也不错风景。这个也是 S101 公路的沿途线上的景点。这个百里丹峡基本沿途都是这样的风景，非常美。路上很多放牧的牛挡住了去路，这里也修了一些栈道，目前都是免费的。不过需要提醒的是，这里的很多地方都长了这样有毒的植物，千万不要去触摸它。我就是不小心撩到了这些叶子，手剧痛刺痛，不过十几分钟之后稍微得到了缓解。S101 公路上有一个非常美的叫肯斯瓦特的水库，但是前面的路又不通，我们很不甘心，于是返回，从呼图壁又走到马纳斯，从马洪线继续插到了 S101 公路上。终于前面看到了肯斯瓦特水库，这个水库的水非常的绿，观景台就在路边，从这个角度看上去还不能看到水库的全貌，所以在这里飞一下无人机是非常棒的。欣赏一下美丽的肯斯瓦特水库。用无人机从上帝的视角看上去，确实比平时的角度美太多了。在这里，我们几个伙伴一起飞了下无人机。本想继续往前走，可是前面的道路又封住了。
不得已，我们只好结束了今天的 S101公路之旅。去往奎屯的路上，一路上景色也非常美，尤其是有很多的大峡谷。总的来说 ，S101公路非常值得前往。如果你下次从乌鲁木齐去赛里木湖，完全可以走一段 S101公路。玩一天之后，正好可以住在独山子或者奎屯。我们这次就选择住在了奎屯，没想到这座城市非常的干净美丽。结束了第一天的环天山之旅，明天我们去赛里木湖。谢谢关注北京老刘的环天山之旅。穿过人海，别停下来，趁现在还有期待。今天是环天山之旅的第2天。这里就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，赛里木湖。湖中的天鹅，飘摇微光，与我同行，盛开在黎明。朋友爱有多远的距离？早晨从奎屯出发，经过了3个多小时，来到了赛里木湖。赛里木湖现在是5A 景区，门票加车票145，同样的价格自驾也可以进入。因为赛里木湖比较大，整个全长70多公里，所以绝大部分人都自驾进入。整个景区有10多个可以停靠的地方，所以如果慢慢的玩，可以玩一整天。这个是从东门进入的第1个停靠站，有不少的自费项目。现在开始逆时针环湖之旅。赛里木湖有非常长的栈道，湖边现在也建有非常多的蒙古包毡房。现在也正是赛里木湖鲜花盛开的时节，每一个停靠点都可以走进湖边。自你离开以后，从此就丢了温柔。远处还可以看到一点点积雪的山峰。等待在这雪山路漫长，听寒风呼啸依旧。一眼望不到边，风似刀割我的脸。有的湖边有一些小岛浅滩，可以拍出倒影。我们同行的人准备在这里航拍一下。还记得你答应过我，不会让我把你找不见，而你跟随了那规则和你飞。继续前往下一个停靠点。道路的右侧开满了鲜花。从这里拍一个角度还挺漂亮的。景区里有不少的房车营地，价格不菲。这个季节湖边开的粉色、紫色花比较多。一眼望不到边，风似刀割我的脸。
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大石块，可以拍倒影。天气蔚蓝，不念这苍茫的高。湖水纯净，真的像大西洋的一滴眼泪。还记得你答应过我，不会让我把你找不见，和你跟随奶奶归这里有一个巨大的石壁，赛里木湖。爱像风筝断了线，拉不住你许下的诺言。漂亮的湖面倒影，我在苦苦等待雪山之巅温暖的春天，等待高原比起融化之后回来。每一个停靠点的景色都略有不同。回不到我们的从前。赛里木湖有很多的团队游客，所以尽量找一些比较少游客的停靠点。这片湖边草地非常辽阔，可以拍一个无人机。我们这次同行的有位大哥，既当司机，又带了无人机。还记得你答应过我，不会让我把你找不见。不知不觉就过了3-4个小时，而我们刚刚环湖了一半，到达了点将台。这里的位置可以看到整个赛里木湖。我在苦苦等待雪山之巅温暖的春天，等待高原比起融化之后回来。傍晚的天气变得晴朗起来，难以续情，回不到我们的天上云彩的形状也非常漂亮。现在到达了天鹅戏水。这一片既有漂亮的牧场，又有美丽的天鹅。目前这片区域被保护了起来。湖面上飘着2只天鹅，不过湖面的浪比较大，天鹅的身姿不那么飘逸。进入赛里木湖的西部，游客明显少了起来。这里的湖边有大量的云杉，非常漂亮。这里的草甸也非常美，还有一些黄色的小花儿。最喜欢的是这一段公路，感觉整个空气都是非常干净的。远处的山有一点白沙山的感觉，这里实在是太美了，决定停车下来。8点多钟，有一点夕阳的感觉了。情到深处在一起，听不见风中的叹息。湖边竟然看到2只天鹅。爱是什么？短暂的相遇，却念念不忘，用尽一生的时间。和天鹅嬉戏，它竟然走上了湖边。还挺和谐的一幅画面。
如今我们已停隔一方，生活的像周围人一样，眼睛很快6个多小时就过去了。但愿你被吻，没有选择在湖边看日落，我们打算出南门去果子沟大桥看日落。因为我们这次选择了住在公园南门外的果子沟大桥下，几分钟就到达了果子沟大桥的观景平台。一转眼又不见。果子沟大桥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大桥，建在群山之间，非常的壮观。短暂的相遇，却念念不忘。多少恍惚的时候，仿佛看见你在人海川流，命运中已浮现。一转眼又不见，真的非常美。当天边那颗星出现，你可知我又开始想念。这里是新疆霍城的解忧公主庄园。现在的薰衣草已进入了盛花期。这个薰衣草庄园面积很大，整个庄园满园芬芳。如果你喜欢看薰衣草，现在就抓紧来吧。昨晚住在了赛里木湖南门的果子沟桥旁边，早晨错过了日出，9点多到了这里的观景台。果子沟这个地方本身风光非常秀丽，而这个果子沟大桥更是这里的一道风景。果子沟大桥是新疆的第一座斜拉索大桥，也是最高的一座大桥。最高的地方离地面大概有70-80米。这里的山线条非常漂亮。果子沟大桥是从赛里木湖到伊宁的必经之路，但是如果你想好好的欣赏这座大桥，一定不要走在高速上，因为那里没法停车观赏。而这些旁边的观景山坡上，才可以好好的欣赏这个果子沟大桥。现在果子沟大桥这边的住宿越来越少，很多原来的毡房都拆掉了。在这里停留了半个多小时，开始出发。这是高速公路下看到的果子沟大桥。
从果子沟大桥开出来没多久，就进入了霍城这个区域。现在是6月中，沿途已经开满了薰衣草。霍城这边有很多的薰衣草庄园，这里是芦草沟。路边的薰衣草虽然茂盛，但是拍照并不是很好的位置，因为很多地方都被一些障碍物拦着。我们随便拐进了一个村子，这里面有一片很大的薰衣草，尝试着在这里拍了一下照，但效果不太好。于是我们还是寻找几个适合观赏的薰衣草庄园。路牌有一个汉家公主庄园，没有听过，去看一看。这个庄园有很多的拍摄道具。庄园里的薰衣草目前不是盛花期，不过这里是免费的。工作人员说，前一段时间开的薰衣草花已经被雨水打掉了，而新一茬的花还没有完全开出来。不过这里拍照还是挺好玩的。也许过几天来，这里的薰衣草就会盛开了。这个汉家公主庄园和解忧公主庄园离得并不远，就在一条大街上，相距1公里左右。根据路旁的路牌就可以找到。只是不知道如果盛花期这里会不会收费，反正目前是免费的。接着我们来到了解忧公主庄园。这个解忧公主庄园目前是收费的，35元一位。这个薰衣草庄园面积更大了，而且目前就是盛花期。蓝蓝的白云天，悠水边，感觉这个薰衣草庄园应该有上万亩大。之前听有些人说这个解忧公主庄园不好看，不过来到这里还是让我非常惊讶的。我个人感觉这里还是非常值得来的，门票也并不贵。也许很多人觉得这里到处都是薰衣草，这个收费的不值，但我觉得收费还是有收费的道理，确实值得一来。从空中看一看这个薰衣草庄园，这些薰衣草庄园都很容易走进去，所以拍照非常容易选择位置。因为这个庄园非常大，又在烈日下，所以很多人只是到这一片庄园游览后就结束了。但实际上往前走一走，那个山坡上薰衣草开得更漂亮。带大家往山坡上走一走。今天的游客真的很少，我估计就是因为收费，所以这里人变得少了。我们同行的大哥又在这里放无人机了。
这个就是薰衣草庄园的山坡之上。新疆的薰衣草种植面积比世界著名的普罗旺斯还要大很多。今天天气非常好，蓝天白云，但是也暴晒，所以到这里来一定要注意防晒，因为一转就转1-2个小时。这么大的庄园，感觉又是一个专场，拍照太爽了。因为这个庄园很大，所以也安排了景区车，单程10块钱。景区车可以直接开到山坡下面，所以可以选择回来的时候坐这个景区车回来。我们的无人机又在我头上飞过了，从这里甩一个薰衣草庄园的全景。自古红颜多薄命，随我卷的西楼。看一看无人机拍的角度，这是我们同车的4个伙伴。蓝的白云天，悠悠水边。在新疆旅游最苦恼的就是每天天黑的太晚，每次吃完晚饭都12点了，所以这2天的视频都是早晨才做。游览完薰衣草庄园，我们在伊宁吃了晚饭，又带几个伙伴到了这个古兰丹木冰激凌店。大家一致认为这个9块9的冰激凌太值了。相思在心头，风儿去，水长流，哥哥天走。现在是晚上7点钟左右，在六星街又逛了逛。因为明天的行程太长了，所以没有选择在伊宁住宿，而是准备赶往昭苏入住。本来之前非常想走伊昭公路，但是现在还没有开通，差不多开了将近4个小时，我们才到达了昭苏。明天准备去下塔古道，敬请关注精彩的下塔古道徒步。趁现在还有记得。这里是离昭苏不远的下塔古道。这里有一条非常经典的徒步路线，景色非常优美。远处就是雪山。昨晚住在了昭苏，一大早就开车前往下塔古道。很快就可以看到远处的雪山了。徘徊着的，在路上的。下塔古道海拔大概2600多米，所以6月中的时候还有不少的雪山。很快就到了下塔古道的大门。
下塔古道的门票是38元，但是里面有2段的交通车。第一段交通车大概28公里，车票40元。里面仍然住着不少牧民，路上会遇到大批的牛群，牛群挡住了道路，被司机的喇叭吓得四处逃窜。看那头小牛，都不知道站哪里好了。今天中午的天气不是很好，景交车会中途停留2个观景点。这个是河中的神龟石，景交车一直沿着峡谷往深处进发，远处可以清晰地看到雪山。在伊犁如果能遇到好天气是非常幸运的，但是阴雨天是占了大部分。这个是停留的一个观景点，在这里可以停留5分多钟，可以拍照。这里的景点有流沙瀑布，还有九曲十八弯，远处的雪山。车辆继续前行，将近1个小时之后，需要在这里换乘另一个景区车。这一段路程7公里，景区的电瓶车50块钱。当然，你也可以选择徒步。我们选择了这段坐景区的车，中途也会停在这个地方停留拍照。这边视野比较开阔，两边的景色都不错。景区车继续前行，向前走，有山路，有山背的山路，向前走。大约20分钟到达了终点，这里有一座吊桥，这座吊桥还是很漂亮的，而且风景也不错。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。我曾经拥有着一切，转眼都飘散如烟。我曾经失落失望，失掉所有方向。这里有很多漂亮的骏马，才是唯一的答案。我曾经毁了我的一切，而且这里开满了鲜花。我曾经堕入黑暗，想挣扎无法自拔。我曾经像你像他，像那野草野花，绝望着。很多游客把这里就当作终点，非常悠闲自在地在这里休息。而这里只是我的徒步起点，绝大部分人是骑马进去，但也有不少我这样的喜欢徒步的人。世间无言如此这般。这段徒步的旅程单程大概3-4公里。突然下起了小雨，道路还是比较泥泞的，上次戴的鞋套已经穿破了。小雨下得不大，没有犹豫，继续向前走。两侧的雪山都清晰可见。习惯了逃避的那些日子吗？
你在取悦带你入黑暗的人，那所有暗流的泪水化。大约走了1个多小时，前面看到了希望，因为天空出现了蓝色。奋不顾身吧，跃入深渊吧，苟延残喘。每次都幸运伴随着我。走到终点，天气放晴了。那卑微的、善良的、无畏的，才是真感觉一路的辛苦都是值得的。灿烂的你，从没舍身忘死的飞翔过。所以你不知道你还有翅膀，你知道你最不该屈服的，就是这世间所有苦难。义无反顾吧，粉身碎骨吧，伤痕累累才能够拼贴的拱手。那渺小的、坚强的、怒放的，才是真正灿烂的你。灿烂的你。停留了20分钟，开始下山。这里的草甸太绿了。你不是讨厌恐惧吗？你不是厌倦顺从吗？从现在起决定，远处的群山非常漂亮。你那种繁琐生活，终于返回了徒步的起点。不顾什么，跃入深渊吧。今天计划住在特克斯。路过昭苏的时候，看到路边有大片的芍药花。那卑微的、善良的、无畏的，远处还可以看到雪山。我们把车停在路边进去拍照。这是片私人的芍药花园，据说4年才开放一次。伤痕累累才能够拼贴的承受。整个的景色还真是挺美。这个位置离天马文化园很近，就在路边。有点像神仙居住的地方。其实昭苏最美的季节是7月，遍地油菜花。没想到6月在这里遇见了芍药花。无人机航拍一下这个芍药花。确实非常壮观。晚上10点，我们到达了特克斯城。特克斯的夜景很美，这个城市最大的特点是从空中看下来，可以看到一个八卦的图案。
这里可以放飞无人机，让我们从空中看一看这个八卦城。明天去穷库什台，一座非常美丽的历史文化小村庄。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，让它牵引你的。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，不知不觉这红尘的历史已记取了。当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，就喜欢上它。光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，春雨不这里就是原始美丽的小村庄穷库什台。嫩绿的大草甸，红红的火烧云。下一次你到伊犁来，一定要来这里穷库什台。今天要从特克斯前往穷库什台。来过几次伊犁了，但是穷库什台从来没有去过。可能在很多人的新疆旅游名单中，都忽略了这个穷库什台。今天就让我带你走进这个穷库什台。从特克斯前往穷库什台的路上，有大片的人体草原，路上还有9曲18弯。这是一段非常美的道路，而且是完全免费的。去往穷库什台的路上，天气并不好，但依然被那绿色的大草原所震撼。这段路虽然有些曲折，但是并不难走。看这些山的曲线，真的像身体的曲线。现在经过的这条河，河水像牛奶一样，俗称牛奶河。从特克斯到穷库什台只有不到100公里，开车不到3小时就可以到达。几乎每隔几公里就想停下来拍照。这里的草原和喀拉峻的人体草原很像，感觉这里的草更加绿，真的像绿色丝绒一样。一路的风景真的很美，不过天突然下起了雨。3小时后到达了穷库什台的村庄，这是我们住的村里的民宿。民宿是小木屋，
里面干净整洁。当然，现在是旅游旺季，这里的木屋价格并不便宜，几乎所有的木屋都是500-600元。休息了一会儿，雨也停了，民宿老板建议我们去旁边的乌孙古道走一走。这是乌孙古道的起点，很多人会选择骑马来走一段乌孙古道，我还是选择了徒步。不过今天刚下过雨，路不太好走，于是只是想在河边走一走。穷库什台是一个非常原始古朴的小村落，自然风光非常优美，有山有水。跟着我沿着河边走一走。天突然放晴了。如果你来穷库什台，一定要到这个河边来走一走，逛一逛。这里的河水非常的清澈，非常原始自然的美。这里的空气是那么的清新，这段河边漫步非常的轻松。这次算是一个非常享受的散步。穷库什台这个小村子是不允许自驾车进入的，必须停在村口的停车场。不过好在村子不大，多美的一幅画面啊！就想在这儿坐着静静的发呆。记住，来穷库什台一定要往乌孙古道这个河边走一走。这就是村口的大石头穷库什台。晚上，民宿老板说带我们去他的新店去吃饭。老板新开的民宿在山上，所以直接可以把车开到民宿门口，到村里去玩也很方便。这个就是老板的新客栈。客栈在一个山顶，360度的风景。其实我们本打算住这里的，但是当天客满。这里的标准间在旺季的时候也有600多块钱。但和村子里的价格相比，算性价比很好了。
不过客栈的餐厅价格非常便宜，做的又好吃。当然最重要的，我们是到这里来看一场日落。如果你打算来穷库什台，其实住村子外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，停车方便，而且风景似乎更美。看看这天边的晚霞。如果下次有机会来穷库什台，我想我会住这里。这里不但可以看日落，还可以看日出。晚霞真的太美了。第二天早晨睡了个大懒觉，民宿老板建议我们到后山去转一转，于是我们开车来到了这里。离村子往上开车大概3公里。天啊，这里简直太美了。看看这雪山、草甸、云山。这片高山草甸面积非常大，一直走可以走到喀拉峻。记住这个村庄的名字，穷库什台，你一定会爱上它。就这样坐在草地上，晒着太阳，多惬意的生活。这是我们结伴的伙伴，一起来飞个无人机。有点乐极生悲，车子没油了。记住，到穷库什台，包括周围的很多地方，一定要提前加满油。不得已，我们求助民宿老板，民宿老板非常热心地帮我们解决了问题，从特克斯给我们拉来了30升油，真的太感谢了。这里的民宿老板真的是热情又朴实。现在汽车加了油，我们开始离开穷库什台。昨天来的路上有一段时间下雨，返回的路上又可以看到这片美丽的景色。可以说穷库什台这个免费的小村落，景色不输于收费的景区。再看一看这路边的优美景色。其实穷库什台和喀拉峻是相连的，据说很多人从穷库什台可以徒步走到喀拉峻。最快的一条路只有20多公里，1天就可以完成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喀拉峻。在很多来过伊犁的人心目中，喀拉峻可能是最美的一个地方。下一期喀拉峻。